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明朝永乐年间，粤西高州府橄榄岭有个年轻的樵夫叫林有福，日日砍柴，养活体弱多病的寡母。因为家贫年近30还没娶妻生子，后来却因为一件善举，得了大屋和能干的妻子，又成功避开祸事，让人惊叹不已。有一天，林有福娘亲又病了，他请大夫，煎药喂药，直到他睡着了才去砍柴。送到10多里的县城陈大户家时，已经比平时晚了很多，家家户户已经生火煮晚饭了。为了补偿自己的过错，他主动把柴火劈了，整整齐齐堆好。主人家吴管事原本要斥责他的，见状也不好意思开口，坐在旁边，心事重重。吴管事平日怜惜他是孝子，从来对他很和善很关照的。之前娘亲病重时还预支过钱银，送过他身躯。林有福见吴管事不对劲，问他有什么事情自己能帮忙的。吴管事叹了口气，说我们奉命寻找一样宝物，这些天连脚都跑断了，你有心也无力能帮忙啊，你还是早些回去照顾老娘吧。林有福不过是个砍柴的，自然不认识什么宝物，随后告辞。出城时见南门边一家古董店里3层外3层围满了人，把路都堵住了，他想挤一时也挤不出去。只听得旁边有人啧啧称奇，500两银子买一个旧砚台，也不知道那砚台是金的还是银的，怎么就那么值钱。另外一位大爷拍着他的肩膀，哈哈大笑，牛皮3，既然是砚台，自然是石头的，你不是会刻头子吗？赶紧的刻他3、5个去交，万一入了老板的眼，500两就是你的啦。嗨，我倒想啊，可惜启事上面只要荷叶形的旧砚台，关键是旧，我才不做无用功。牛皮3口中说着，极力往外挤，一脚踩在林有福脚上，立刻横眉怒目喝道：看什么看，真倒霉，到哪里都撞上你这个死穷鬼，难怪我最近手气那么差。他挤出去了，林有福却低头沉思起来。石头，荷叶形，他见过一块荷叶形的石头，不知道是不是砚台。真要是他，500两银子可赚大发了。但转念一想，值得悬赏500两银子的，当然是一件很稀有的宝物。这样的宝物，怎么可能随意丢在荒山野岭？他摇摇头，拨开人群，慢慢挤出去。回到家中，娘亲已经醒了，坐在床边，精神十足，喊他赶紧做饭来吃。林有福吓得脚都软了，心想娘亲这该不会是回光返照吧？其实娘亲并不是什么回光返照，而是因为高兴。下午有媒婆上门说媒，只要2两银子，就能替林有福说一门好亲事。对方姑娘16岁，腰是腰，屁股是屁股，绝对好生养。这段时间娘亲不断吃药，林有福两手空空，今天的药费还赊欠着呢。别说2两银子，就是2钱，他也拿不出。但娘亲那么欢喜，他也不能直接说破，只推说自己不急着娶媳妇，多砍柴，多存钱，将来娶个更好的。林大娘气得半死，差点连药碗都砸了，说咱们这样的人家，能娶上媳妇就不错了，还挑3拣4，过了这村可没这店。林大娘骂着骂着，见儿子一声不吭，忽然醒悟过来，自己这些日子不断吃药，就是金山银山也经不起这样搬。儿子不过一个普通砍柴的，手中哪里还有余钱呢？又痛又悔，嚎啕大哭。娘，你别哭，儿子明日多砍几担柴，立刻娶媳妇。林有福手勤嘴笨，劝来劝去都是那几句。林大娘觉得自己拖累了儿子，哭得越发伤心，喊着说还不如早日去找他爹，免得害人害己。还是邻居冯大妹赶过来，3言2语劝住了。
大娘你这么哭，有福叔叔不是更难受？都说好心有好报，你们一家都是好心人，老天爷都记着呢，你且放宽心等着，好日子很快来了，好媳妇也很快来的，承你贵言，承你贵言。林大娘笑得合不拢嘴。送冯大妹出门时，林有福连声多谢。冯大妹爽朗地说，比起救命之恩，这算不上什么。冯大妹是个小寡妇，比她小几岁，刚过门刚2个月，丈夫就喝醉酒掉河里淹死了。公婆骂她是扫把星害人精，撵她出来。娘家弟弟说，她既然已经嫁了，就是夫家的人了，也不要她。她只有一身衣服，2手空空，被逼得没办法，在丈夫坟前上吊。幸亏林有福恰好经过，救了她，还请了大夫。大夫诊脉后说冯大妹有喜了。公婆听说后立刻跑过来，厚着脸皮说好说歹，接她回家。谁知冯大妹后来生下的不是他们心心念念的孙子，而是一个女孩。公婆立刻变了脸，将他们母女赶出来，过继了族中一个侄儿，便是傍晚在南门口踩了他一脚的牛皮三，族名林有贵。冯大妹抱着还未满月的女儿，没钱没屋，多亏林有福母子帮忙，在自己家附近搭了一个茅草屋，她才勉强有了容身之所。又多得她送柴送米，母女才活下来。谁知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冯大妹女儿春花一场伤寒，差点病死了。多亏林大娘卖了成年成婚时丈夫送她的金耳环，请大夫，才夺回一条性命。这几年，林大娘常常帮忙带春花，她到镇上做女仆，裁剪缝纫，早出晚归，得了什么好吃的糕点，总不忘分给林有福他娘一半。冯大妹问林有福知不知道宝物砚台一事，说他家主人为了500两银子，连生意也不做了，发动了全家仆从，到处去寻找荷叶旧砚台呢。他们觉得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荷叶砚台多的是，这几日都找疯了，10多个砚台搁院子里，等着送古董店老板呢。冯大妹笑眯眯说。林有福看着她的笑容有些失神。这2年，冯大妹越来越开朗，也越来越有味道了。寡妇门前是非多，她虽然救了冯大妹，娘亲也帮忙带春花，她却从不进入他们母女的茅草屋。就算冯大妹来他们家，也打开屋门，生怕惹来闲话，败坏了冯大妹名声。其实她早喜欢上了冯大妹，也想光明正大把冯大妹娶进家门，但她不敢表白。一来冯大妹早伤透了心，之前就说过把女儿抚养长大嫁人，找个安堂绞了头发做姑子去。她嘴笨，不知道怎样才能说服冯大妹接受自己。二来自己家里穷兮兮的，怕给不了他们母女好日子。冯大妹说的砚台一事，让她犯了心思。那个砚台是她无意中发现的。几年前，她到乱葬岗旁边一座山岭砍柴，割了一大丛树枝，发现灌木丛里头有个被雨水冲刷破败的小坟堆，露出了2块破木板和几根白骨，心中不忍，帮忙收拢埋葬。雕成荷叶形的破石头就是那时候捡到的，就在白骨旁边。他想着，想必是死人生前用过的东西，应该留给死人，就和白骨一起重新堆土埋起来了。又把四周的杂树灌木都砍了，收拾收拾。这几年拜祭祖坟后，念及小坟主人不知是何人祖宗，他也会到小坟那里烧香烧纸，祭拜一番，铲草培土。数年下来，小坟齐齐整整，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破败的荒坟了。第二天，林有福早早砍了一大担木柴，挑到县城陈大户家，比每日预定的木柴还重了30斤。他说白送的，补偿昨日自己耽搁了府上做饭。嗨，府上又不是等着你那担柴救命，早晚几个时辰其实没什么的。武管事说木柴又不是大风刮来的，坚持要把多余的30斤算上钱，说1是1，2是2，
数目一定要分明。吴管事算好钱，又拿出一个小纸包，说里头是些参须，拿回去给林大娘补一下身子，还不许她推辞。林有福满怀感激收下参须，拿回家给娘亲焗了一碗水。林大娘感慨说，世上好人少，吴管事却是实实在在的好人呐。不过偶然山上相识，他就介绍了送柴火的好差事，3头2日还送东西，往后有机会一定要报答他。娘亲这么一说，林有福立刻想起了荷叶石头，买了纸钱蜡烛，跑到坟头告了罪，扒了土，挖出那块黑不溜秋的破石头，重新修好坟。他到溪边洗刷一番，一看砚台形状的确是片书卷的荷叶，中间凹陷，隐隐有一大一小2颗露珠模样，但右上角破了一块，刻着的字只剩下几笔，也不知是什么字。他原本想把砚台送吴管事，此刻见了这模样，心中又七上八下了。人家古董店寻找的是宝物，这破砚台应该不是他们想要寻找的宝物吧？哟，林有福，你拎着什么呢？他身后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。林有福转过头一看，居然是冯大妹前公婆过继的儿子牛皮三。他正眼勾勾盯着自己的手中的砚台呢。没什么，林有福将砚台藏在背后，根本不想搭理他。这牛皮三也是族人，仗着自己口甜舌滑，哄得冯大妹前公婆将他当作眼珠子，钱银随意花，整日东游西荡，时不时跑到镇上睡青楼或者逛赌坊，甚至还打过冯大妹的主意，想纳她做小妾，被冯大妹严词拒绝了。有一次他在小树林要调戏冯大妹，恰好被自己撞上了，打了一顿，从此像毒蛇一样盯着自己，扬言要抓到自己和冯大妹的痛脚，将2人一起进猪笼。哟，别走，让我看看你手中拿着啥宝贝。牛皮三早瞥见了他手中的荷叶砚台，500两银子啊，立刻像苍蝇闻到了血似的扑过来，但他身子早被酒色掏空了。林有福轻轻用脚一拦，他就跌了个狗吃屎，扑倒在地。你等着，抢了我们家的宝贝还打我！林有福并没把他的威胁放心上，拿了荷叶砚台就回家做饭。谁知饭还没熟，族长带着一大群人来了，闹哄哄的塞满屋子，要林有福立刻将牛皮三家的宝贝拿出来，要不立刻拆了他们家的灶台。林大娘陪着笑脸，小心翼翼说：族长说笑了，我这破屋子里能有什么宝贝？冯大妹偷了我们的家传之宝，送他的，再不交出来，送他见官，让官老爷打折他的狗腿。牛皮三一口咬定宝贝就在林有福手中，其他族人也被500两的重金迷花了眼睛，跟着一个劲吵闹，非要林有福立刻把宝贝拿出来。林大娘吓得手脚酸软，让儿子手里有啥宝贝赶紧拿出来，别人的东西绝不要他们的。呵，你们的家传之宝，你能说出来啥模样吗？林有福并不让步，那是他要送给吴管事的东西，怎么能落到牛皮三这种破皮阿杂货手里？他更不能让牛皮三败坏冯大妹的名声。不就一张荷叶形状，乡亲们谁没见过荷叶啊？林有福这样吱吱歪歪，分明想拖延时间，不给我们去古董店换银子。牛皮三看破了林有福的心思，并不接招，反而鼓动乡亲们闹起来。族长一锤定音，林有贵家的东西就得还给林有贵。林有福将破砚台拿出来，牛皮三看了看，不认账，说他坏心眼，故意把自己的家传之宝砸坏了，要他赔500两银子。林有福让他好好看清楚，破痕绝对是旧痕。我呸，你个臭牛皮三，我出你们家门时候除了春花，连根草都没带，哪来的宝贝？冯大妹刚好回来，听说了这件事情，立刻拨开人群冲了进来，将牛皮三一顿痛骂。牛皮三躲在族长背后，跟族长说：族长你看，
都说他们两人有古怪啦。他这样帮着林有福，成何体统？一说体统，冯大妹越发不怕，扯住族长，要他主持公道，帮忙理一理当初丈夫尸骨未寒，他们家2次逼死自己，该当何罪？就算到了关老爷面前，他也敢当着关老爷说自己清清白白，问心无愧。他们敢吗？一提到关老爷，族长赶紧打圆场，说乡里乡亲的，闹啥闹，为个破砚台，不值，都散了散了。牛皮三还要挣扎，被族长一拐杖砸过去，赶紧往门外跑了。人群逐渐散去，冯大妹也随人群一起走出，说她帮佣的那家主人这几日找了20个荷叶旧砚台送去古董店，没一个是他们想要的。有人笑着说，有脑子的想一想都知道，500两银子呢，他们想要的又怎么会是普通的荷叶砚台？自然是镶金带银，十分名贵的。也有人说，听闻皇帝最心爱的一个公主要出嫁，嫁的还是新科状元。古董店老板重金收购砚台，自然是想讨状元郎的欢心。所谓旧砚台，不过是掩人耳目罢了。谁知牛皮三听冯大妹这么一说，又动了坏心思，当晚趁夜深人静，爬进林有福家，偷了那块荷叶砚台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跑冯大妹主人家献宝，企图换点银子。冯大妹主人这些天花了200-300两银子，得来的砚台全都不合古董店老板的心意，亏大了，怀疑是古董店老板做的圈套。对方正恼火着呢，听不得砚台2个字，更听不得荷叶砚台4个字。听牛皮三一嚷嚷，连面也不见，直接让人把他打了一顿，撵出去。牛皮三偷鸡不成蚀把米，白吃了一顿板子，又气又恨，将破砚台随手一抛，刚好抛到一群路人面前，差点砸到其中一个青衣小帽中年男仆的靴子。青衣男仆低头捡起砚台，看了看，脸色都变了，将砚台捧到中间骑马的人面前。那个骑马的衣帽鲜明，官气十足，明显是个贵人。牛皮三见势不妙，赶紧溜，却被青衣男仆一把揪住。此乃我家主人被盗的宝贝，你究竟从何得来？快快如实招来，否则明年今日便是你的忌日。牛皮三唬得裤子都湿了，连滚带爬，跪倒在地，连连磕头，说砚台不是自己的，是同村林有福的，他托自己拿出来扔掉。谁知他竟是汪洋大盗，自己被骗了，只求关老爷饶命，立马带路前去拿他，为民除害。前头带路，贵人开口，队伍立刻转往橄榄岭而去。牛皮三一瘸一拐走在前头，好不得意。一想到林有福从今天起要倒大霉了，冯大妹也没人撑腰了，自己想要怎样便怎样，他就更得意。林有福看到青衣小帽的武管事和一大群人出现在家门口时有点懵，牛皮三却得意洋洋，指着他道：就是他，他偷的砚台。有福啊有福，你跟我说说，这方砚台哪来的？武管事的声音有些颤抖，脸色也不同寻常。林有福看了看他手中的砚台，居然是自己之前挖的那个。他本来就想挖了送给武管事，没想到牛皮三带自己做了这件事情。他一说小坟，武管事脸色又变了，亲自将他送到骑着高头大马的贵人面前。贵人问了2句，林有福全部说了出来。贵人面色都变了，立刻下马扑向林有福，吓得林有福双腿都软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贵人扶起林有福，说义士快起，义士大恩，杨某不敢忘，还劳烦义士带路，找到橄榄岭坟墓那里。贵人跪倒在地，泣不成声。武管事说老天有眼，终于找到老爷了。他和另外一个胖大男仆去搀扶贵人。林有福又有点懵，难道坟里埋的是贵人的父亲？可贵人权大势大，怎么会忘了自己父亲埋在哪里？再说收拾骨骸时候他清楚得很，
只有一副薄兮兮的板子，显然是匆忙收拾的。他转脸一看，吴管事扶住旁边一棵树，同样泪流满面。见林有福疑惑地看过来，吴管事擦了擦脸，道一声我来，开始挖土。其他手下也一起小心翼翼收拾骨骸。一切结束后，贵人问林有福有什么愿望。林有福不敢出声，你可愿意随我家主人回京？旁边胖大的男仆问。林有福摇摇头，他只有一身气力，大字不识几个。去了京城能做什么？我家有好些美貌丫鬟，送你2个。林有福连忙摇头，说自己真的受不了别人侍候，而且自己家里穷，怎么供养得了娇滴滴的小娘子？你帮了我们大忙，怎么还会穷？胖大男仆微微一笑。林有福生怕他们误会自己故意提家嫔要钱，更害怕他们真的往家里塞2个穿红戴绿的小丫鬟，干脆说出口，自己只想娶隔壁的冯寡妇，性格爽朗，壮实，干活也是一把好手。哈哈，行，这个媒人我当了。吴管事主动请缨。果然第2天，吴管事领着一大群人进门，给林有福换上一身红衣，张灯结彩，杀猪宰羊，请全村人来喝喜酒。吓了一跳，明白缘由后也很欢喜，浑身病痛似乎都没了。一抬眼正好看到穿着一身新衣的春花在门口张望，连忙招手喊他过来，说从此往后真的要喊自己阿婆了。春花嘴里含着饴糖，笑眯眯扑入怀中喊阿婆，又顺着林大娘的要求喊林有福爹。林有福欢喜到不知西东了，傻乎乎站着笑，差点忘了接新人进门，乐得众人哄笑不止。众人吹吹打打，一顶花轿抬着冯大妹从隔壁出发，绕村1周，再抬进林家。乡亲们从吴管事嘴里知道缘由后，都说好心有好报，这桩亲事结得好。林家如此热闹，冯大妹前公婆和小叔子避在一旁，探出头来看了又看，有人冲着他们喊，你们家当草，人家林有福家当宝，你们还有脸面看，小心官老爷打你们板子。他们面上无光，赶紧溜了。宴席开了，乡亲们一面向林有福贺喜，一面说他傻，攀上了高枝还爬下来，跟着大官吃香喝辣多好啊，偏偏要回老家受苦，只有吃不了的苦，哪有享不了的福？你呀，生了个脑袋用来喘气的。不过大官也忒小气，不赏100-10两银子也该送个大宅院，最起码送个金斧头银斧头什么的，居然让他2手空空回来了，真不是东西。林有福连忙辩解，贵人已经很好了，我能娶媳妇，大家一起饮酒，都是托贵人的福。喧闹中，吴管事吩咐人抬来6坛酒，说那是贵人送林有福的谢礼。乡亲们都沸腾了，立刻跑过去围住6坛酒，纷纷都说贵人不可能那么吝啬，坛子里肯定藏有金银。林有福这回大发达了，乡亲们一同开坛痛饮，结果酒倒光了，坛子里空空如也，没有金子，也没有银子。吃，这贵人不地道。大家一笑而散，只有他娘和冯大妹都说他做得对，一个人一辈子能穿多少吃多少，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乱要。临别时，吴管事告诉林有福，自己要走了。10年前那位贵人的父亲是个很大很大的大官，得罪了皇帝，父子一同被贬官流放海南。经过这里时，父子都生病了，大官病重死亡，因贵人卧床不起，仆人匆匆制了一副薄板，将他和荷叶砚台一起埋葬，还在旁边种了一圈小树做记号，再送贵人前往海南。去年皇帝开恩，赦免了贵人一家，贵人随仆人来找父亲遗骸，谁知时过境迁，仆人带着手下在橄榄岭附近兜了好几圈，却找不到当年那个坟了，贵人只能遗憾回京。其实吴管事当时也有经过坟墓的位置，
只是林有福祭拜修整，坟墓齐整，四周无灌木，他根本就没想到那就是当初自己匆忙埋下老主人的坟。他们找不到，便以为大官的坟被人盗了，那么荷叶砚台肯定也落入他们手中。于是兵分两路，一路跻身大户人家为管事，明察暗访，继续寻找坟墓的下落；一路托古董店收购荷叶砚台，想得到盗墓者的信息。林有福想起去年自己与吴管事在山上无意相遇，当时他说上山采药，不由恍然大悟，原来你就是你啊，真是太老实了，有钱不要，有美女也不要。吴管事笑着戳了戳他的额头，林有福却很满足，有妻有女，娘亲病也好了，一家子整整齐齐，自己又有气力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过了2年，冯大妹生下一个儿子，满月那天，林有福请乡亲们喝酒。离开县城很久的吴管事不知道哪里得到风声，前来庆祝，送上一套银锁银镯子，普普通通，不算太值钱。大家看了看，又问起贵人消息，吴管事欲言又止，最后摇摇头，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还是不说的好。”乡亲们心领神会，纷纷感叹：“有福啊有福，还是你小子有先见之明，早早跟他划清界限，要不收了钱银可要遭大祸哟。”宴后，林有福亲自送吴管事出去，瞅了他好几眼，迟疑道：“贵人没事吧？”“呵呵，没事，又生了。”吴管事笑眯眯道，看着目瞪口呆的林有福，又道：“问我为什么骗他们，我可什么都没说，是他们自己觉得那样而已。你啊你，就是太老实了。”吴管事一面笑一面往他手里塞了一卷东西，说那是2年前贵人留下的，怕他太老实了，骤然富贵，遭到乡人为难，更怕冯大妹前公婆狮子大张口为难他们，反而好事变坏事了。贵人特意嘱咐自己先替他保管，如今该物归原主了，往后慢慢盖屋置地，再也不怕别人说什么了。那是银票，6张，每张100两。吴管事要是瞒了，林有福根本不会知道。林有福要送他一半，他怎么也不肯收，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该收，这是你说的，忘了吗？吴管事摆摆手，笑眯眯离去，从此再也没有他和贵人的消息。后来，林有福果然按照吴管事的嘱托，隔段时间才盖房子，买几亩地，逐渐家大业大，子孙繁茂。70多岁还时不时上山砍柴，大家都说他好心有好报。而林有福的妻避祸的故事，也从此流传开来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